我刚才在楼底下见到了最后一个在沙巴申请成功第二家园的人。那就是今天呢，我下到底楼，在 Jesselton Mall 的底楼有一个 tutor 嘛，就给小孩辅导功课的。那他叫做 King's Tutor。我一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，今天突然看到有个人在里面，那我就进去问他关于我小孩子，就是说能不能补习的这个问题。然后跟他聊着聊着，我就说，诶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因为他说他是韩国人嘛，那我就问他你是什么身份过来的，他就说哦第二家园，而且他是最后一个成功申请到第二家园的人，好像是在2020年的5月份最后一个批准的人。他说他为什么知道呢？他说他的 agent 跟他说他就是最后一个。我就问他说你来这边多久了？他说已经5年了。那我就问他你还会续签吗？他说大概率是不会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其实现在我可以做工作签，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意嘛。然后我说这个 tutor 就可以了吗？他说我除了做 tutor 之外呢，我还有自己的 restaurant， 一个韩国餐厅，还有呢他现在正在做一个 Airbnb。那下次呢等他建好的时候我会去拍一下，我跟他已经就是约了，就是只要你建好了我就去拍一下。他说是一个 indoor camping experience， 我还蛮好奇的，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室内，但是呢就有很多小帐篷，他说至少可以有20个帐篷，一个晚上非常便宜，可能也就20马币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说哇，那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生意啊，等你好了之后记得要叫我去看一下。那后来我就挺好奇的说，既然你有第二家园，为什么不继续呢？那你当时申请第二家园，就是说在疫情前申请第二家园的条件是什么？他就说我要存30万马币在银行里面，第2年呢可以取出15万马币用来购买资产。然后我就问说你取了吗？他说对，取了，已经买完了，但是我不想压这么多钱在银行里面，我想把它取出来，因为我已经有钱放在我的生意里面了。那我用这个生意呢就可以申请工作签，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需要再用第二家园的身份，那我还可以合法的在沙巴工作。那我说你为什么不续签呢？续签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就是说现在它有2种身份可以选，为什么你要选工作签而不是第二家园的续签呢？他就说那第二家园续签呢，他要提供12份不同的文件，所以呢他觉得挺麻烦的，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。他现在想的反而是工作签，因为他这样子的话可以合法的在这边工作。那我又问这个韩国老板，就问他说你当时办第二家园的时候，除了30万马币的存款还有没有其他要求？他说还有一个就是每个月有1万马币以上的收入证明，那他也是达到了。我就问他说诶，那你当时在韩国是做什么呢？他说我是开 academy 的。我说也是学校相关的吗？他就说对，我当时呢是办了第二家园过来，我不但自己办了，我还带了我12个学生也一起来了。那我就问他说诶，那12个学生是不是也是办第二家园？他说不是的，是办 student visa 学生签。那他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呢跟着一起过来，就是陪读签，就是我现在正在办的这个。那我又问他说那这些学生来了之后一般是读哪些学校呢？他就说第一个是 KIS Kinabalu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这个就是最多人选择的。但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发 email 给 KIS， 人家未必理你，人家就只有400多个学位，现在据说已经差不多爆满了。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 JIS Jesselton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这也就是雅比2所International School， 基本上就是 KIS 已经爆满之后呢，那 JIS 现在应该还是能够收学生的。那 JIS 的 Primary School 听说是不错，但是 Secondary School 就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不一定哈。那我们一个观众去问的时候 JIS 说他们高中最后1年都没有，所以呢可能你高中的时候就要转去读中。那读中呢由于是中文教学的，所以就中文的基础还是得打好。那第3所的选择呢就是 Dr. Simon Fung， 这一所是一个 private school， 它不是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就是他学的东西是跟着国立小学来的，有英文、马来文也有中文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过来的话都可以问一下这3所学校。但是据说 KIS 是已经爆满了，所以他如果不理你的话呢也就是很正常的。那很多人呢都在问我华小的问题，那华小呢的确是可以收外籍学生的，但是这个数字它绝对不会给很多，人家可能要先知道你到底是谁，因为宝爸他本来也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嘛，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，那这些朋友呢都能够为他做背书，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孩子才能进这边的华小。那其实在我看来呢，华小呢就是最佳的选择没有之一啊。第一个是学费非常的低，第二个就是中文、英文、马来文全部都教，而且数学、道德、科学，那我女儿4年级还有科技，就是跟 AI 相关的，还有健康、体育、艺术，全部就是全方面的发展。但华小呢它是从早上7点20左右上到
下午的12点半，所以也就5个小时而已。那下午呢，你就要自己找这种 tutor，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问他，就是楼下这个 tutor，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礼拜3天的 tutor， 我觉得不够，所以我要加，因为他们回来之后呢，会有一些功课，那我自己呢不想辅导，因为我能辅导中文，但是我辅导不了马来文。那我们家宝爸呢，他虽然会说马来文，但他的马来文其实也是半桶水，就是交流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再更深入的话呢就不行的。就包括这种读华小出来的哈，读中出来的，他们的马来文其实在这个马来人看来的，他们的马来文的水平都不够的。就好像我问他们几个读完读中出来的 watermelon 的马来文是什么，所有的这个读中出来的都是各种问号。 watermelon 不就是 watermelon 吗？不是西瓜吗？然后呢，唯有这个国立中学，就是国中出来的，他们是以马来文为基础的，他就知道watermelon 的马来文是什么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很多家长送国际学校，我就学好英文，然后再来一点点中文就好了，不用学马来文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误区啊，马来文其实非常的重要。要知道印尼文跟马来文是相通的，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，可能就是普通话跟北京话这样子的关系，只是说有一些发音和俚语使用方面不一样。基本上一个印尼人和一个马来西亚人，他们2个人交流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的。那要知道印尼有着全球第4多的人口，如果你想要在东南亚发展的话，你不会马来文其实是非常非常吃亏的。那既然孩子还小，他有这个能力去学，我是觉得12岁以前你学任何语言都是可以学到跟本地的这个发音是差不多的。12岁以后呢就非常困难了，就包括学英文也是一样。如果你12岁以下然后出国然后去学回来的英文呢，你就听出来像是没有口音的。那任何语言都是，我觉得12岁是一个关键的卡点。那他们还在小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学呢？那想想印尼光人口就已经差不多3亿了，马来西亚人口虽然不是很多3000多万，但是呢旁边的文莱、新加坡其实都是会说马来文的。东南亚如果你只学一种语言，那就是印尼文、马来文，他们2个相通的啊。那我们都知道新兴市场就在东南亚，你不学好这个语言那多吃亏啊。小孩子来了之后就是要把这个语言学好，没有其他的要求。我觉得说数学你会加减乘除差不多就行了，因为未来大概率你也不会用到微积分。其实那些就是在网上学的，很多时候我个人觉得哈，就是最基础一定要学好，然后掌握了就可以了。在网上的话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多余。其实呢很多家长说小孩子可以去学日文、韩文、德文，但你知道这3个语言加起来说的人口都没有一个马来文多，所以你说马来文重不重要？就未来世界的发展，如果真的就是在东南亚的话，那马来文你会的话就是特别吃香的。那未来你的小孩如果想要留在马来西亚，或者要去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发展，多会一门语言，尤其是马来文哈。就是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你要找工作，你不会马来文，我觉得基本上你是找不到工作的。那我也有问这个韩国补习的老板，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会决定在5年前要过来雅比生活呢？他说其实是为了我的儿子。那他说他的儿子是有这个肺部的问题，就是遗传性的一个肺部的疾病啊。如果空气太肮脏的话呢，他的肺会很难受，经常要进出医院。那搬过来雅比之后，因为这边有热带雨林的过滤嘛，把空气过滤的非常的清新，所以呢就是到现在为止身体都很好，全家人身体都很好。那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韩国也很卷的问题啊，就是很多中国家长为什么就是想要出来呢，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的确有点卷。那我一个观众呢就跟我说，他的儿子大概现在4年级哈，每一天晚上要做功课做到差不多大半夜12点，然后做不完，那第2天早上起来呢5点钟，凌晨5点钟还要起来做作业。我说天哪，这实在是太卷了，我其实也不想小孩子这么辛苦啊。那中国跟韩国都是出了名的卷自己孩子的学习，不单只是在本国卷，那去到美国一样呢，就是中国跟韩国的家长一样是特别卷的。那这个韩国老板就说其实生活不需要这么卷，他在这边过得也非常的开心，就是比起以前那么卷的这个生活环境来讲的话，雅比这边的生活实在是太舒适了，所以他也觉得这边非常的好，也打算以后都在这边定居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边的物价是真便宜，所以他们也是决定就是以后长期都是留在这边。那我最近呢也是在帮观众问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包括中学要怎么样去读。其实后来我是问了杨校长，就是沙巴艺术学院的杨校长，他说其实读中的话，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中学，它等于说是私立学校嘛，那
它的课程是可以 DIY 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跟马来文相关的课程。如果你一进来就读中程度的马来文的话，你肯定吃不消的，就大部分人估计也都是没有办法能够读那么深的马来文了。所以呢，他说其实可以 DIY， 就比如说你马来文是一个初级的马来文，然后中文和英文就是稍微高级一点，这样子的话只要学生够，其实是可以组成一个班，然后独立请老师的。那沙巴第二家园呢，就是马上要出台了。如果我见到任何第二家园曾经办理成功的人，我都会拉着问一下他们的基本状况是怎么样的。那我今天遇到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，他也是决定留下来，但是他不是以第二家园的身份留下来，他反而是想要把存在银行里面的钱拿出来，要做他自己的生意。所以你想想，第二家园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，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要想在这边做生意的话，那就其实根本不用等第二家园出台，那直接过来，然后这个公司有注册一定的资本，那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开一份工资，然后办理工作签。那因为第二家园的细则呢还没有完全出台，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在等。那我所知道的认识的代理呢，他们的办公室其实已经快弄好了，等全部牌照下来之后，我自然会把这个中介的资料分享给大家。现在呢还是太早了，因为现在第一个就是牌照还没有发放，没有一个沙巴的代理现在能够做这件事情，具体细则也都还没有出台，大概只是知道说要买60万的新房，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房子，是 residential 呢还是 commercial 呢，还是两种都可以呢，也没有人知道。那其实很多想要办理第二家园的人呢，都是要来这边上学的。那的确雅比这边的选择，就是小学跟中学的选择都不是说很多，不像西马那边有那么多的国际学校哈。那就算这么少的情况下，还是有一堆的韩国学生跑过来了，就是你在这边看到的韩国人比中国人还要多。那还有就是第二家园有买房的这个条件嘛，我今天也是去看了一个房，我发现说如果是好一点的房子，就是这个区域好的，它是还没开始盖呢，就已经就是比较小户型的全部卖光了。不要小看雅比这边的房产啊，这边的人购买房子的能力是非常强的，所以你想要买新房还不一定能买得到，最好还是人过来这边看一下，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组个什么看房团之类的。但是最好啊，避开这种国庆啊、五一啊、春节，因为这边如果你大概知道这边的市场的话，就是这边的短租房在这几个期间基本上那个价钱是翻倍的。雅比的短租房它的需求量是全马来西亚第一，那吉隆坡的酒店的需求量呢是排名第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靠海，外面就是个大海，然后你下了楼，你拿个鱼竿，你可能就能钓鱼。那你钓上来鱼之后呢，你可以在 Airbnb 比如说短租房里面自己煮来吃，所以它的短租房的需求量是特别大的。而且雅比是一个特别适合家庭来旅游的地方，它很多项目都是小孩子都可以玩了，就比如说那个滑翔伞啊，比如说我们朋友去的时候，他说一个3岁的小孩都上了滑翔伞因为他爸爸就想让他上嘛，那上完之后那3岁小孩居然说我还要，然后他爸爸再买了一次，再做了一次滑翔伞。所以一旦家庭出游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，有2个到3个房间的短租房，其实它的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。这次杨校长还邀请我们去参加了建国中学60周年的校庆，建国中学也是我们家宝爸的母校。那雅比呢其实是有2所独中，一个就是崇正，另外一个就是建国。外籍学生是可以上独中的，但是独中呢它的难度是比国立中学要稍微难一些，因为如果不及格的话会蹲班，像我们家宝爸就蹲过班。是蹲班不一定是件坏事，你能认识多一整个年级的同学。宝爸的好多朋友都是蹲过班的，还有一个是从澳洲回来的，他说他当年呢蹲了2次，那第2次呢就要被踢出校，于是他就被踢出去了。那去了美国之后呢是拿全 A 的，可想而知独中的这个教育水平有多高。如果是在马来西亚读华小加独中这条路的小孩呢，基本上是4种语言起啊，国语、广东话、马来文、英文。那在沙巴这边呢，客家话和福建话也是很多人都会的。其实客家话比普通话还要好用。我有问过宝爸，他怎么能够学会6种语言？他说他也不知道。他说因为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同样的6种语言。那建国中学的校庆呢，排场也是非常大，他们是请来了沙巴州的州长哈基吉，还有沙巴旅游文化部长来发言，在雅比的客家礼堂宴请110席，未来看看能不能跟他们约一下进去拍一拍。
所以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沙巴学校的笔记呢，我就放在了描述栏第一个链接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